赵露思18岁试镜照曝光，离开美颜滤镜后，这才叫明星脸。现在说起赵露思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。目前正在热播的传奇陈芊芊的口碑和反响都非常好。作为新生代演员中的一员，她也是非常成功的，收获了很多粉丝。赵露思很讨人喜欢，一张胖嘟嘟的脸蛋，十分可爱。赵露思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，赵露思的颜值也是很高的，五官精致立体。她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身材却非常的好，但是圆圆的脸却显得很胖，甚至很多人都称赞她是赵丽颖的接班人。赵露思私底下非常低调，但性格却非常活泼可爱，和她同组的人都很喜欢她。赵露思的长相非常清纯可爱，也因为超高的人气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宝藏女孩。更有网友晒出她18岁时的试镜照，没有美颜和滤镜，简直就是校园女神，让人惊艳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就是明星的脸。我们可以看到赵露思身穿黑色短袖，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她的五官还是很有标志性的，和现在完全没有区别。一双大大的眼睛，晶莹剔透，十分讨人喜欢。不得不说，赵露思的演技是真的好，每个角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有自己的理解和风格。赵露思在新小花当中的发展也算是很不错了，资源也很好。她凭借个人魅力和出众的实力取得了现在的地位，希望她能继续努力，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跳绳作为最高效的有氧运动之一，一直是众多健身爱好者减脂减肥的最佳利器之一。其实，不仅是健身爱好者，热爱跳绳的明星也比比皆是，比如女神容祖。之后，她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消息，称经过不断的跳绳训练，她从500跳绳跳到了1800。最爱跳绳的柳岩，每次热身至少跳绳2000次。年轻的小花陈钰琪拍完戏回到酒店就在房间里跳绳，没地方锻炼。她说，跳绳可以强身健体、减肥、消水肿，同时打发时间。跳绳是一种简单快速的减肥运动，连续跳跃10分钟所消耗的热量相当于慢跑30分钟，燃脂率约为跑步的3倍。当跳绳速度加快时，跳绳会变成有氧和无氧相结合的训练，在减少肌肉流失的同时，还能在跳绳后继续燃烧脂肪，最大限度地提高燃脂效率。杨洋晒出了自己的爱情观，爱他就要宠他上天。最近，小编在后台收到这样一个问题：我是不是应该无限制地宠爱我的女朋友？虽然他说得很委婉，但字里行间想表达的是，无限制地宠着自己的女朋友，感觉不太好。看着他的私信，我想起杨洋之前接受采访时说的话，我觉得在感情方面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对他好，不允许别人欺负他。反正我爱他，我应该宠着他。上帝。有人认为说这话的杨洋是最佳男友，当然，也有人认为他虚伪，认为无论他做什么，都永远无法真正的爱他无限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无限期的宠爱一个女朋友是不可取的。不过，小编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，为什么有些人会无条件宠爱自己的女朋友呢？原因有很多。首先，两个人在某些条件下是不平等的，这里的条件可能是经济条件、外貌条件、教育背景、社会地位等等。厨师认识一个叫大千的朋友，可他名不副实，是典型的凤凰男，家里一直没钱。大千在北京上大学，那时他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孩，他对女孩百般缠绕，终于在女孩当时被男友伤害的时候占了便宜。后来大千才发现，这姑娘家还真是有钱。一开始他不知道什么是大牌，什么是好东西，直到有一天他搜索了女朋友手腕上的手表价格，因为他觉得好看，心态有点冷，不止 2W。 自习的时候他不禁疑惑这块表为什么能值 2W 多，于是又去查找，结果发现少了一个零，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继续对这丫头好，不让她再受苦。一开始她是生活中的宠儿，
蹲在外面帮妹子系鞋带毫无压力。姑娘急着擤鼻涕没止，就直接往她衣服上吹，毫不夸张。可想而知以后会怎样。这丫头的脾气越来越习惯了，也加深了一种我们确实不平等的想法。有一次因为钱多，我没给她买她想喝的，酒量有限，她气得当街提高嗓门骂大千你是废物，还控制不住脾气扇了她一巴掌。不对等的外部条件或许是一方可以无限期的偏袒另一方的原因，但这种偏爱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。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大款终于结婚了，房子和酒席都是女方家出钱。后来我看不惯女孩子的变本加厉，通过女孩家拿到了北京户口，就和她离婚了，有点黑色幽默。其次，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强度并不等于双方的吸引程度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总有一个爱得更多，无条件宠爱到这种程度，可想而知对爱的执念有多深。一旦意识到自己投入了很多的爱，就会像赌徒一样投入更多的爱，希望对方能够回信。就像《恶作剧之吻》中的阿金一样，湘琴对他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强了。阿金不断表露心声，不断投入爱情筹码。到了第二步，阿金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。做一个假设，如果阿金最后追上了湘琴，你觉得他会爱湘琴吗？如果湘琴接受了之后不做出相应的反应，到最后受伤的还是他更爱的人。第三，男方属于自卑群体。所谓自卑的人，就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，喜欢把失败的失败原因全部推到自己身上，觉得自己不配更好的人合适。自卑的原因与早年的成长经历有关。如果你一直处于不被认可的状态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自卑的人，而且自卑的取值范围是会一直变化的。遭遇失败的人际关系、失败的工作经历、陷入人际纠纷等负面经历都会导致自卑。一个在情感上自卑的男人，因为和他的经历有关，会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太在意对方的人，所以他会不自觉地开始无限期地宠爱自己的女朋友。他会压抑自己的想法，尽量为对方着想。从心理上讲，这已经被认为是病态的。无论是在情感、工作还是生活中，自卑的人总是很累。如果不认同自己的心理一直存在，那么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陷入不断输出的状态。无限这三个字代表着一种病态的魔咒。想到无限，就像是自暴自弃、没有底线的满足。而人的欲望往往是无止境的。无限的付出意味着你要接受一个人的完全占有和一切要求，甚至透支自己。听起来很累。无限的爱说到底还是心态的问题。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厨娘准备了几个小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一，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差异巨大，那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你们一定要在一起，是因为你们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吸引着对方，不需要靠无条件的宠爱来维持。二，难得看到两个人的感情强度是一样的，即使真的很爱对方，也要进行战略控制。鲁迅曾说过，爱太多往往没有好结果。鲁迅也说过，得宠者无所畏惧。三，无论什么样的人际交往，都要多爱自己，学会爱自己，才能爱别人。这句话让你耳目一新，但其实很多人还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什么是爱自己？只是不要委屈自己，让自己的感受占上风。这不是自私，这是对自己的尊重。四，认识自己，肯定自己，回忆别人的赞美，回忆自己做的比较成功的事情，想想自己认可的人际关系，可能会帮助你建立自信，缓解低自尊。五，永远记住，我活该，不要轻易否定自己，正视自己内心的想法。最后，男朋友们，希望你们清醒一点，与其想着无限期的宠爱女朋友，不如先想想如何爱自己，让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。在每段关系开始时提醒自己，你很重要。最后不要自责，我相信你再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。